Hello，大家好，我是高有才，一个比特币的老玩家。这一期视频呢，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套期保现，也就是大家常常会提到的套保。在正式讲套保的操作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样东西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首先，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界面呢，是 Bybit 的正向合约，就是 USDT 永续的正向合约。那么这个呢是 BTC USDT 的交易对。然后在这个网页上面这一边有个计算器，这个图标是一个计算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这个图标。那我们点开这个计算器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计算器的一个面板就是我们可以去选择，我要算做多还是做空。那现在我们先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计算题，一个数学题。假设我杠杆是开1倍，合约数量是1个，开仓价格呢是1万为了好计算。平仓价格呢是2万吧，好吗？这是一个做的非常完美的多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多单右边就会有数据显示出来，保证金是1万 USDT， 收益额是1万 USDT， 收益率呢是100%，回报率呢是100%。没错，因为大家都会直接这样子去心算，比如说现在2万我减去1万，那么我的盈利空间是1万刀，对吧？1万刀除以我的开仓价格1万，那么我的收益率就应该是100%。好，大家记住这个数字。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反向永续 BTC USD。但凡去做过合约交易的朋友，应该也都尝试过去做币本位的这种合约的交易。那么它到底差别在哪里呢？我们依然还是先打开右边的这一个计算器。好，这个计算器我们现在同样的做刚才一样的事情我们杠杆仍然是1倍，合约数量我们依然是取单位1就不用说数量完全一样，单位1，开仓价格是1万。好，我先停一下，我问一下大家，如果这个时候平仓价格是2万的话，收益率是多少呢？大家第一反应是多少？是100%吗？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是多少，是50%。觉得神奇吗？这就是反向合约。事实上，我们在做正向合约计算的时候，我们是用平仓价格减去开仓价格，然后再用这一个数去除以分母，分母是开仓价格，也就是1万，我们可以得出来1万除以1万等于1，也就是100%。但是在反向合约里面，这一个分母是反的，怎么说呢？实际上我们去计算收益率的时候，是用平仓价格减去开仓价格，也就是1万，对吧？这个1万它去除的并不是开仓价格，而是平仓价格，也就是1万除以2万等于1/2，也就是50%。这个题目是，如果我今天不跟你讲，或者没有人跟你讲过的话，我相信99%的人都会算错。只要不是专业的，只要不是操盘手，不是学数学的，或者不是懂交易的人，他是绝对会算错的。他会认为无论正向合约还是反向合约，只要从1万到2万，收益率就应该是100%。然而事实上并不是的。好，当我们知道这个前提之后呢，我们就有了去做套保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也就是通过1倍的空单去让我们永远不去亏损。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我们想要做套保的话呢，我们用正向合约是没有办法做的，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 USDT BTC USDT 或者是任何的 USDT，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套保这件事情。那我们只能够通过反向永续合约其实不一定永续了，反向的都可以。只不过永续呢，这个单子你可以一直拿着，而且永续的话呢是有一个这个套利的空间的。所谓套利空间，就是我们可以去套资金费率资金费率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也觉得我很有必要再说一次。我其实有专门做一期视频去给大家讲什么是交易所的各种费用，手续费转账费还有这个资金费率
很多人对资金费率仍然是完全不明白的。大部分人会认为资金费率是我们要交给交易所的钱，其实不是的啊！我再重申一遍，不是的。资金费率并不是我们一个交易者交给交易所的钱，而是如果我是多头的话，现在资金费率是正数啊，正的0.1618，对吧？如果我是多头且现在是正数的话，那么在倒计时结束的时候，现在还有1小时37分，结束的时候，我做一个多头，我需要给空头0.1618%的资金费。那我持仓，假如我是持仓1个比特币的话，那么在倒计时结束的时候，我就要去给到空头0.001618个比特币，这才是资金费率的真实的意义。好，说完这个资金费率呢，因为刚才在讲套保的时候就讲到说永续合约可以去套这个资金费率啊，这个呢是进一步的事情。这个视频我们还是先给大家讲明白套保这个事情，这个操作要怎么样子去执行。我们回到刚才这个计算器，好，还是这个计算器。刚才说了，我们是要去通过做空啊，做1倍的空单去实现这个套保。怎么做呢？我们现在切换到这个杠杆，就是1倍的杠杆，合约数量仍然是单位1。好，开仓价格我们就拿一个大家眼前最接近的价格吧，比如说我们开仓价格是6万刀，平仓价格呢我们就先试试看4万吧。好 ，OK， 出来了，右边计算器直接告诉了我们结果，这个金额太小，我们把金额放大一点。好的 ，OK。现在我们把这个合约数量呢放大了1万倍，我的目的是为了让这边看起来就数值大一点，我们好计算。我们一开始当我们去开这个空单的时候，我们总共用了0.166796166个比特币去作为保证金，开了1倍的杠杆，对吧？当价格跌到了从6万刀跌到4万刀的时候，那我们实际上因为我们是做的空单，所以我们赚了0.083333个比特币。OK， 关键来了，当我们的保证金0.166个在6万刀的时候，它总共值多少的 USDT 呢？大家可以去算一下。那我给大家算一下啊，比如说0.1667乘以6万，所以总共是1万，对吧？1万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开仓的数量啊。OK， 当价格跌到了4万刀的时候，我们的保证金还在，对吧？同时我们的收益呢是增加了0.0833个。好，我们的账上就拥有了0.1667个加上0.0833个比特币，也就是我们现在账上呢有0.25个比特币。好，0.25个比特币在账上。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是多少？是4万刀，一乘发现居然还是1万，也就是说我们的钱从比特币在6万刀的时候到4万刀的时候，我们的 USDT 的就我们持有的这个仓位，它对应的 USDT 的数量是没有变过的，它一直都是1万 USDT。这就叫做套保。那套保的结果是什么？很明显，我的币没有变少，对吧？甚至还增加了0.083333个，这就是套保它存在的价值。同样会有人问，那如果说价格它涨到了8万呢？好，涨到8万的时候，我们的币会亏掉0.041666个。好，收益率呢是负的25%。同样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计算器，如果我们是0.1667个比特币是我们的保证金，初始保证金，后来我们亏掉了0.041666个，好，我们只剩下0.1250个，而这个时候比特币的价格是8万。同样我们现在所持有的比特币，它所对应的法币的金额，对应的 USDT 的金额仍然是1万。这就是套保。
也就是说，在整个过程中，整个这个比特币涨跌的过程中，只要我们是用 B 本位1倍杠杆全仓去做空的话，那么无论比特币如何涨跌，到最后我们持有的这个币，手上的币，它所对应的 USDT， 也就是对应的法币的这个总额是永远不变的。这就是套保最基础的、最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说到这里，应该有些人就已经领悟到了，比如说我用套保要怎么样子去赚这个资金费率啊？你像现在的资金费率，特别在牛市这种单边行情的时候，资金费率呢，大部分时候都是正数的，因为开多单的人多，那么资金费率呢就会呈现一个正数，而正数的时候，每隔8个小时，多头就会给空头去交一笔这个资金费。那你想，如果一天假设资金费能够每8个小时都有 0.16% 的话，那一天你能够收到的这个资金费总额就已经有 0.5% 了。当然了，这里面有一些很复杂的计算的方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所这个关注的这个交易平台。当然我一直都是用 Bybit， 所以我对 Bybit 比较熟一点。那么我们不去做那种很细节的复杂计算，我们就粗略的估算，它就是一天 0.5%。那么假设你用1个比特币去做1倍的空单的话，你每一天你就可以赚到 0.5 个比特币，也就是0.005个比特币。那么一天就有这么多。如果你这个空单一直拿着，未来它一直是处在一个这种所谓牛市的话，那么你每一天都会有这么高的一个利息，也就是 0.5%。假设1个月的话就是15%，1个月15%的利息，一年的话，那这个就是很恐怖了，单利已经很恐怖了。如果你算复利的话，那就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了。这个就是大家常常提到，就一些老玩家常常提到的所谓的套资金费这些东西。那这个呢，大家有空可以研究一下。我这个视频呢，也就先只讲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研习社来提出你的问题。谢谢。